深夜，女孩准备坐电梯回家，就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时候，突然一只漆黑的脚挡住了电梯门。只见一个蓬头散发的女人走了进来，女孩有点害怕，赶紧挪到了一边。很快电梯到了7楼，女人率先走了出去，没想到两人竟然住在同一栋楼。女孩战战兢兢地走出了电梯，只见那个诡异的女人正在敲打着自己隔壁的房门，女孩只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，快速地回到了家。关上房门后，这才深吸了一口气。女孩名叫小美，是位大学生，几天前刚搬进这栋公寓，没想到才住进来几天，就遇见了如此诡异的事情。可她不知道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就在第二天晚上，小美回来的时候，她发现那个女人又在敲隔壁的房门，而且这一次变得更加疯狂。小美彻底害怕了。等她再次回头时，那个女人竟然诡异地消失了。回到家的小美赶紧倒了杯水压压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从她的窗户外爬了过去。小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打开窗户却什么都没看见，但她没发现玻璃上留了一个脏手印。到了夜里12点，隔壁房间却传来了一个男人绝望的叫喊声。小美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度过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小美准备去学校，在楼道里遇见了几个工人搬了一个巨大的保险柜，好像是隔壁邻居买的。小美也没有多想，匆匆离去。到了晚上，小美刚打开房门，一个信封从门缝掉了下来，里面竟然是一张10万元的支票和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我是你隔壁的邻居，今晚11点50分帮我关上保险柜，1点以后再打开。眼看时间快到了，在巨额的报酬和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小美还是打开了隔壁房门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凌晨时分，小美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邻居家，房间里脏乱不堪，还发出一阵阵恶臭味。只见地上摆了一个巨大的保险柜，上面贴满了镇邪的符咒。她按照信封上的要求，走上前锁上了保险柜，然后胆战心惊地跑了出去。很快，隔壁房间传来一阵阵刺耳的噪音，就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划保险柜。1个小时后，小美再次来到隔壁房间，重新打开了保险柜，然后头也不回地逃回了自己家。就在第二天，小美在等车时，看到报纸上报道的一起凶杀案。当她看清死者长相后，顿时后背发凉。这不就是自己每天遇见的那个诡异女人吗？莫非自己看见的是女鬼？晚上，小美回到家，房间门上又出现了一个信封，跟上次一样，10万元支票和一张字条。小美想到白天看到的新闻，她彻底害怕了，直接将信封塞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邻居房门突然打开，一双男人的手死死拉住了她，求她最后帮自己一次。面对男人苦苦哀求，小美没办法，只好勉强答应。到了晚上12点，她准时走进了邻居家。难道让自己帮忙的男人藏在保险柜里？小美一把拉开了保险柜，果然一个男人藏在里面，脸上还画满了符文。男人大声告诉小美赶紧把门关上，那个女人要回来了。可为时已晚，小美刚走出房间，那个女人已经来了。女人一步步走向小美，幸好在最后一刻打开了房门，躲进了家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美便找到了房东，要求搬走。她已经不敢再住下去了，要求退租。可房东却以小美违约为由，向她索要高额违约金。小美没办法，只能继续留在公寓。晚上，小美提心吊胆地回到家，可刚一进门就被人打晕。等她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被绑在邻居家。原来这个男人担心自己的秘密会被小美泄露出去，决定杀了她灭口。就在男人想要动手时，墙上的时钟刚好指向了12点。突然门外传来激烈的敲门声，男人顿时被吓得瘫倒在地。小美趁机挣脱了绳子，然后拿起了一把水果刀防身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男人直接走了过来，抓住了水果刀插进了自己身体。他已经受够了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，只能用死来解脱这种折磨。警察接到报案，迅速赶到了现场。经过调查取证，认定小美属于正当防卫，无需承担责任。为了弄清邻居的秘密，小美找到了会通灵的学姐小兰。两人来到事发的公寓，小兰开始做法，一段不堪的往事浮现出来。原来邻居名叫小帅，是一名摄影师，在一次拍摄中被女模特火辣的身材深深迷住，但模特是位明星，根本不会和他在一起。小帅为了得到对方，偷偷将模特绑到自己家中，然后使用邪门歪道对模特施下了一种巫术，命令模特以后每晚12点都要准时来到公寓跟他相会。这种巫术只能维持1小时，凌晨1点模特就会主动离开。而在这1个小时内，他失去了意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。就这样，小帅利用巫术，每晚都和模特过着风花雪月的日子。数月之后，模特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，男友愤怒地提出分手。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怀孕，
小舍趁机向她表白，说出了自己对她施下了巫术，孩子就是他的。模特愤怒地骂他是个畜生。两人在争执中，小舍失手将模特推倒，刚好撞在石头上，当场死亡。就这样，模特死后变成了女鬼，可巫术并没有解除，所以才重复着生前的事情，每晚都会准时来找小帅。小美得知事情的经过，决定帮他解除巫术，早日投胎做人。小兰想到一个古老的办法，灵魂互换，只要让模特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，他身上的巫术自然就会解除。两人找到了模特遇害的那个地方，果然找到了模特的身体。几个月时间过去，他的身体竟然完好无损。两人合力将模特拖到公寓，小兰施展法术准备和模特灵魂交换。几分钟后，小兰坐了起来，此时的她已经是模特的灵魂。模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生前的记忆慢慢被唤醒，她无法接受自己已经死亡，变得狂暴不安。危机时刻，小美念出了小兰教自己的咒语，只见一个黑影飘出了小兰的身体。小兰醒来后告诉小美，模特已经走了。随后他们把模特的尸体送进了殡仪馆，一个可怜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息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